今天的内容呢，核心内容是要解释究竟我们动脉血管的斑块从哪儿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动脉血管形成斑块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讲这个题目以前呢，我们需要先认识几个很简单、很清晰，而且是铁定的事实。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掉斑块的形成，这是第一。第二，它开始形成的时候，大概在我们几岁的时候开始形成的。目前有一些大型的学术研究已经进行了超过50年了。根据大型研究的报告，斑块的形成从5岁就有了。10岁以上的血管里面出现了这个斑块的初始形态，大概都超过了5%到10%了。斑块的初始形态叫做脂肪条纹呢。脂肪条纹在你照 B 超啦、照影像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它是刚刚开始形成的。脂肪条纹只有在尸检的时候才看得到，它就已经是斑块形成的开始了，10岁左右就有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这个数据，从这个研究报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要预防这个事情，不是等到我们25岁或者是35岁，不是等到我们血压变高了，或者是我们尿酸变高了以后，我们才需要有警觉性的。要预防这个事情，从小就要开始的。那我们今天来剖析一下斑块形成它整个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那大家都知道，斑块的形成跟低密度脂蛋白或者说低密度胆固醇有密切的关系。几乎低密度胆固醇是千夫所指的斑块形成的元凶。低密度胆固醇甚至于被称作坏胆固醇。那我们解释过，胆固醇本身并没有好坏的。到底为什么低密度胆固醇会背了一个这样的恶名？实际上，真实情况是你验血报告里面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值高低，跟你形成血管斑块的风险高低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它们可能有间接关系，它们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有没有必要来学习一下低密度脂蛋白跟低密度胆固醇它究竟是怎么生成的？它生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为什么到了后来，有的人的低密度胆固醇很高，可是他很健康；有的人的低密度脂蛋白并不高，他血管斑块很严重。这个区别就是从哪里跑出来的？这个我们要回到源头去看低密度脂蛋白的形成。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球，是一个载体，它里面装载货物的。它主要的任务是输送脂质的货物，它为肝脏服务，为我们的身体服务。它是我们肝脏制造出来，专门替肝脏输送脂质给我们身体细胞的，这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任务。所以生成低密度脂蛋白呢，是在我们肝脏里面生成的。在肝脏刚刚生成低密度脂蛋白的时候，它的名字不叫做 LDL， 它的名字叫做 VLDL。VLDL 英文叫做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非常低密度的，所以中文翻译过来叫做极低密度的脂蛋白 VLDL。 它体积很大，它个头很大，它里面要装载很多的货物，有脂溶性的维生素，脂溶性的营养素，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这个是我们的肝脏要帮助我们身体输送这些物质的时候所利用、所制造出来的载体，让这个东西来帮助我们身体输送刚刚我说的这些物质。但是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装载的货物，哪些东西多，哪些东西少，对它未来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有一些东西它本身不应该太多的，结果你装了太多在里面了，就会影响到你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粒子在你血管里面的存留的时间，在你血管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等等的。所以它里面装载的货物是什么，比例是什么，是很关键的。首先，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装载的货物，营养素呢占据了它的空间呢是非常小、非常少的。绝大多数的空间呢可以装载2种东西，要不然胆固醇比较多，要不然甘油三酯比较多。实际上，低密度脂蛋白它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替肝脏输送胆固醇给我们身体其他的细胞拿去使用的。我们身体不同的细胞对胆固醇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肝脏制造出来就要透过低密度脂蛋白帮我们输送的。所以在肝脏制造极低密度脂蛋白的时候，就要在里面装载这些胆固醇。但是另外有一样东西会跑到我们肝脏里面去，就是脂肪。甘油三酯。如果我们的肝脏里面甘油三酯的数量比较多的话，我们的肝脏细胞是不要的，我们肝脏细胞里面不允许有太多的甘油三酯。所以如果你肝脏细胞里面甘油三酯的数量太多了，我们的肝脏也只有一个工具可以把它送走，也是装在这个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送走。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肝脏细胞里面的甘油三酯越多，你的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装载的货物甘油三酯就会越多，胆固醇就会越少。
如果你的肝脏里面有很多的甘油三酯，那么你的极低密度脂蛋白制造出来的时候，它体积就非常的大。如果你肝脏里面的甘油三酯比较少的话，它里面装载的就仅仅是营养素和胆固醇，它体积就会小很多。这个对它未来的命运有非常大的区别。至于为什么你的肝脏里面会有很多的甘油三酯，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我们的饮食结构了。如果我们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吃了太多，我们身体燃烧不完，那么这个部分的葡萄糖呢，在肝脏里面会被它转换成甘油三酯，它要存到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就要透过低密度脂蛋白去输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高糖饮食，然后你葡萄糖的热量经常的用不完，那么这些葡萄糖的热量就要在你的肝脏里面一直不停的被转换成甘油三酯。那么这个时候要把这些甘油三酯输送到你的脂肪细胞里面去储存，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装载的甘油三酯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肝脏不断的转换，那么就要不断的输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肝脏制造出来的极低密度脂蛋白的粒子啊就会很大，甘油三酯占大多数了，这里面装载的胆固醇和其他的脂溶性营养素就相对比较少了。这个时候你的极低密度脂蛋白离开了你的肝脏以后，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呢？它要迅速的把这些甘油三酯下或下掉。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胰岛素抵抗不存在，把里面的甘油三酯下货的速度就会很顺利，效率会很高。甘油三酯下货下掉了以后，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体积就缩小了，以后就变成了 IDL 中间密度脂蛋白。在一个正常健康的人来讲，中间密度脂蛋白里面甘油三酯的数量已经很少了。中间密度脂蛋白里面主要剩下来的东西内容物是营养素和胆固醇，是被我们身体各个不同组织不同器官的细胞抓取了以后，我们的这些身体的细胞会用溶酶体把中间密度脂蛋白把它溶解了以后，把它里面的胆固醇把它里面的营养素拿去给我们的细胞拿去用去了，中间密度脂蛋白任务就完成了。有一小部分的中间密度脂蛋白它会继续下货，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以后呢，它体积进一步的缩小，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时候才真正形成了 LDL。 这个时候呢 LDL 里面装载的货物呢，基本上就只剩下胆固醇了，它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点营养素，可能还有一点抗氧化剂，因为我们的 LDL 永远都需要靠抗氧化剂保护的。这个时候它有两个去处，一个去处也是一样被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给吞噬了，拿去用了。另外一个去向呢，它就是回到我们的肝脏里去，肝脏细胞的溶酶体把它溶解，把里面的原材料拿回来重新回收，重新再利用，重新再装到新的 VLDL 里面再出来工作。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路径和通道。所以即使你是吃高糖饮食的人，你的 VLDL 里面装载了很多的甘油三酯，你的身体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些甘油三酯存到你身体的脂肪细胞里面去。唯一的比较对我们不好的后果就是我们可能体重慢慢增加，我们的脂肪细胞它里面储存的甘油三酯越来越多，那我们变胖。可是这种现象这种过程能不能够永远维持健康和平衡呢？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可以，因为我们知道有 50% 到 75% 的人渐渐的在这个饮食背景下面呢，它形成了胰岛素抵抗了。形成胰岛素抵抗的时候，你的 VLDL 里面装载的甘油三酯就不能够很顺利的下货下给你的脂肪细胞了，因为你的脂肪细胞需要更多的胰岛素，它才能够接收这些甘油三酯。这个时候 VLDL 就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迅速的把它里面的货物下掉以后转变成 IDL， 而同时你 VLDL 制造出来的时候体积又很大，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 VLDL 在你的血管里面滞留的时间会变得很长，它要很长的时间它才能够变成 IDL。 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它本身就受到了很多生存的挑战，因为我们每一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表面有一条蛋白质叫做载脂蛋白 B， 是我们的肝脏在制造低密度脂蛋白的时候它主要的骨架结构之一啊。载脂蛋白 B 呢，它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最后它会决定变成 LDL 之后你的 LDL 去哪里的，你的 LDL 能不能够顺利的被身体组织抓取去利用，或者是顺利的回到肝脏里面，取决于你的载脂蛋白 B 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健康，是不是被破坏了等等的。载脂蛋白 B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被破坏呢？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粒子啊，在你血管里面滞留的时间越长，它被破坏的风险就越高。如果你的 VLDL 下货时间很长，你有胰岛素抵抗，你的甘油三酯不能够顺利下货，这个 VLDL 在血管里面滞留的时间很长的时候，
这个载脂蛋白 B 它开始被破坏的风险就渐渐增加了。那在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最后这个 VLDL 形成 IDL 的时候花很长的时间。这个 IDL 里面的，如果它的载脂蛋白 B 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破坏了，它就不能够被我们身体细胞抓取了，因为载脂蛋白 B 坏了。我们所有的细胞在抓取 LDL 或者是 IDL 的时候，细胞表面是有受体的，这个受体是要跟载脂蛋白 B 互相做了接触，载脂蛋白 B 是正常的健康的才能够被抓取，载脂蛋白 B 如果被破坏了就无法被利用了。无法被利用的这一部分的 IDL 去哪里了呢？它继续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继续漂移啊，它要想办法下货啊。它在我们血管里面漂流的时间越长，载脂蛋白 B 继续被破坏的可能性越大，最后时间久了以后，它终于变成了一种低密度脂蛋白，它体积变小了，密度变大了，我们叫它叫做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了。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形成，一般来说就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载脂蛋白 B 坏了，不能够被细胞抓取，不能够被肝脏回收，在血管里面继续漂移，时间久了以后，它就变成了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了。小而密本身呢，并不是代表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已经被氧化了，它并没有被氧化，但是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很容易就会去到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底下，它的密度比较大，它体积小，它比较重，所以它很容易进到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底下去。血管内皮细胞底下的环境决定了它会不会被氧化。如果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环境是属于高血糖、高血压、高胰岛素、慢性炎症等等的这种代谢的背景跟代谢的环境的话，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氧化了。没有氧化的小而密是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回收的，被我们身体清除，被我们身体回收，它不会形成血管斑块的。氧化了的小而密慢慢堆积起来以后，它最早形成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脂肪条纹。所以脂肪条纹其实就是氧化了的小而密，它的原始就从这里来的。如果说你整个代谢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从脂肪条纹慢慢堆积，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的厚度变厚了，它面积变大了，你在照影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斑块形成了。所以斑块形成的前身是脂肪条纹，脂肪条纹其实就是斑块，只是肉眼看不见的斑块，如此而已。而脂肪条纹现在在10岁以上的小朋友身上就已经看见了，甚至于最年轻的在5岁的小朋友身上都看见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些小朋友身体里面的代谢环境是有问题的。绝大多数的人以为肝脏里面有太多的甘油三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食物里面脂肪吃多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食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吃太多了。碳水化合物的热量转变成葡萄糖了以后，用不完的部分全部要交给肝脏转变成脂肪的，转变成脂肪了以后全部要交给极低密度脂蛋白去处理的。你们都听别人讲过说糖油混合不好，糖油混合不好究竟是在什么层面上来讲糖油混合不好？不是在你饭桌上的层面说，如果你的饮食本质上是高糖饮食，碳水化合物占你总热量的60%、70%，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你用不完的葡萄糖会被转变成脂肪，同时你身体里面胰岛素是一直在高位的，它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破坏你的代谢背景。这个时候你吃进去的脂肪越多，它同样的送到你的肝脏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不会燃烧脂肪啊，你的代谢背景是一个燃烧葡萄糖的代谢环境，你是高糖饮食，胰岛素必然高，胰岛素必然高的时候，你身体必然不会燃烧脂肪。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糖油混合导致你肝脏里面的甘油三酯非常多。你仔细看一看我们现在小朋友的饮食是不是高糖饮食，饮料了，添加糖了，加上精加工食品了，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之后的后果，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源头解决的话呢，第一，假设你的身体不再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了，假设你的身体是一个燃烧脂肪的身体，你的胰岛素始终维持在比较低的地方，它的代谢灵活度就很高，你的身体呢经常是在燃烧脂肪的。那么你吃进去的脂肪在你的小肠里面透过乳糜微粒经过淋巴管到了你的血管里面去了之后，乳糜微粒负责把你吃进去的甘油三酯直接送给你的细胞拿去燃烧的。当乳糜微粒回到肝脏去的时候，它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甘油三酯剩下来的，因为都在路上被你身体拿去用掉了，只剩下了脂溶性的营养素和胆固醇交给肝脏去处理。极少的甘油三酯在这种环境里面是透过饮食送到肝脏里面去的，甘油三酯就已经被我们身体的细胞拿去用了，燃烧掉了，因为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主要的能量来源，所以我们身体对它是有大量需求的。同样的，在这样的饮食环境里面，因为你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极低，所以呢几乎没有什么机会
有多余的碳水化合物被送到肝脏里面去转换成脂肪，你的肝脏里面始终甘油三酯都不多，所以你的 VLDL 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刚刚离开肝脏，它体积就很小，它里面仅仅装的是比较多的胆固醇，装的是脂溶性的营养素，装的是一些抗氧化剂、辅酶 Q10、维生素 E， 只有很少的甘油三酯，不像里面装了很多甘油三酯，体积很大。它体积很小，它没有需要把里面的甘油三酯下货的需要，因为它里面基本上只有少量的甘油三酯，所以这个时候的 VLDL 它转变成 IDL 的时间非常短，1-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它就变成 IDL 了，我们身体组织细胞就把它拿去用了，它里面很干净，拿去用了以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剩下来的一点点的 LDL 里面也没有甘油三酯，它就顺利的回收了。你的代谢背景是一个低糖、低胰岛素、低炎症的代谢背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呢被回收利用的效率就非常的高，形成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几率就很低很低。是不是代表完全没有？那也不一定。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少量的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形成了，它也可能去到你的血管内皮细胞底下。可是这个时候的场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高糖饮食的场景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代谢背景是比较健康的代谢背景啊，它不容易被氧化。尽管它小而密，它体积还是比较大，它比较健康，它里面可以携带的抗氧化剂跟维生素比较多，营养素比较多，然后你代谢环境也比较健康的情况下，不容易被氧化，很容易就被清除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形成血管斑块的机会，形成脂肪条纹的机会非常低了。实际上如果你把这个故事听完了以后，你知道要预防这件事情要从小开始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在一个代谢环境不健康、代谢环境不好的环境里面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我自己本身心脏主动脉是堵塞 50% 的人，我右边的颈动脉堵塞了 90%，这个是我当年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的结果。所以各位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问我们可不可以清除血管斑块。从目前的科学的角度来看，真正要把血管斑块完全清除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不可能把它的体积缩小？这个是有可能的。斑块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不稳定，不稳定的斑块是怎么造成的？身体炎症厉害，代谢环境不健康，高血糖、高血压、高胰岛素，代谢不健康，尤其是慢性炎症呢，会使得你的斑块越来越不稳定。软斑块就是属于不稳定的斑块，这种斑块它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不稳定。你们知道我们叫它叫做粥样动脉硬化。粥样是什么？粥啊，吃的粥啊，知道吧？它是告诉我们说斑块的里面的物质啊，如果你真的把它拿出来看的话，它像粥一样黏糊糊的，所以叫它粥样动脉硬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脸上一个很大的青春痘啊，你把它想象成这个，但它在你的血管里面啊。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形成青春痘的时候红红的，你用手去摸摸它，硬硬的，有一点点微痛，你不理它，过一段时间以后，红红的东西变大了，表面变得比较红了，你用手去摸有一点烫烫的了。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变得更大了，然后呢，它鼓了一个包起来了，鼓了包起来的时候，它表面有一层膜了，就跟脸上长青春痘一样，那个白色的膜，我跟你们讲啊，那个膜就是它的纤维帽，我们的斑块一样的会有纤维帽的。当你身体炎症厉害的时候，纤维帽就会变得很薄很烫。有一天在你的炎症很厉害的时候，跟你的青春痘一样的，有一天它破了，这个纤维帽破了以后，里面的物质就会流出来，它里面粥样的物质其实就是脓液了。粥样的物质流出来以后，跟我们血管里面热腾腾的血液混在一起，它就形成胶状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因为这个胶状的东西啊，把这个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致命的栓呢，这个就叫做栓呢。栓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形成的，所以有斑块本身并不危险，这个斑块要是有一天破了，那就真会要命的。所以不稳定的斑块，在代谢环境不健康的斑块，在慢性炎症比较厉害的环境里面的斑块，它是不稳定的。这个情况如果你不改善的话，它会一直不稳定，最后它有可能要你的命。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给斑块提供一个健康的代谢环境，我们要给斑块提供一个尽量减少慢性炎症机会的环境。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斑块就会稳定，它里面的粥样物质会减少，它的纤维帽会变厚会变硬，所谓的硬斑块，纤维帽变厚变硬了，它就不容易破了。这个时候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风险呢，就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在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改变，或者是在药物的帮助下，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你愿意做吗？